经过一番分析，大家应该更清楚，概括出来这些线条是怎么来的，都是根据造型来的，结构的线条都不是凭空捏造的。清晰的结构呢，跟画的多还是少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就看卡的点对不对，找的关键性的转折对不对，是不是符合它的造型。我们来对着这个图片还有泛画临摹一下这个手臂的结构。临摹，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画的这个大小，上边、下边、左边、右边，先把它的整体轮廓确定一下，然后再深入一下它的基本形，这里略微的往外鼓，也是带有概括性的。这里呢略微往下凹，弓二头肌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瘦的手臂，所以它整体的宽度呢没有很宽，肌肉比较清晰，但是呢没有很饱满很大。这3根手指可以概括在一起，另一根单独画，这样的话形我们就记好了。然后我们分解一下它的基本体积，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转折面，这是外侧面，转过来之后呢就是前面，然后与之相接的就是它的底面，然后弓二头肌前面，这里就是整个手臂的外侧面。箭头这里呢有肱骨头顶起来的一个球形，这里是顶起来的，然后过了这里呢往下，这个就是肩三角肌的前面，这里有一个三角形，就是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分界。这里一个小的面，然后耻骨鹰嘴下面也有一个朝下的面，肱骨外上髁也有一个面，在里边就是肱骨的外上髁、肱骨小头、肱骨滑车，然后跟滑车相咬合的是耻骨，这里有一个窝形的结构，滑车切迹和这个滑车相咬合，就形成了这块的肘关节。这里就是肱骨的外上髁，这里就是耻骨鹰嘴。像我们画手臂的结构，不一定非要把它的解剖结构全都一五一十的画出来，稍加概括，然后判断好这个柱体的横断面造型。经过一番分析，大家应该更清楚，概括出来这些线条是怎么来的，都是根据造型来的，结构的线条都不是凭空捏造的。清晰的结构呢，跟画的多还是少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就看卡的点对不对，找的关键性的转折对不对，是不是符合它的造型。手臂的结构呢就画好了。